各位观众，这里是2022 PMGC PEO 赛区资格赛首周周决赛的倒数第2场比赛。本场比赛是由耳朵和曲涛为您带来的现场解说评述。没错，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航线啊，是从 S 城飞往 N 港。那这样一来，对于像 ST 这样的队伍啊，它是比较难回家的。看他前期怎么选。我们还是老规矩啊，无家可归看 P 城，而且对于 ST 来讲 ，Y 城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呀。对，毕竟也是他之前的副跳点。是的。一直以来的话，我觉得 STE 不管是跳 Y 城还是跳矿场，就西南侧这一边，从运营节奏上来讲就没什么变化。对，都是从边缘向中间发展。但是他要打得顺手一些的话，还是回到西南角出发，可能他打得更得心应手。就因为整个的推进路线都不一样嘛，所以说这场比赛 STE 的选择还是比较多的。你像从 P 城一直到 P 港这沿线的西北角的强度如此之低，那可以说是任君采撷啊。对，上场比赛一直到去防空洞之前嘛，是西南部没什么人。通家堡今天明显是对于 P 城的这个控制欲望更加强烈了啊。对，那目前是和 STE 进行一个同飞，那就要看看两支战队谁去选择让一手了。ST 肯定会来到小 P 附近嘛，去拿他的载具。对。那既然是控不下 P 城内部的固定刷车点，还是不要去正面起冲突了。毕竟现在自己分数也领先，而且呢，为了后面的比赛着想的话，还是要去多去演练一下自己的运营。没错。但是这个圈出现了之后呢 ，ST 可能就要有点难受了。但是其实回到家也是 OK 的，毕竟他上场比赛也是打最慢顺位。是。但这个圈型一刷出来，又包含小岛的话，他再强行回家，可能在进圈的过程当中啊，这个南部沿海的人会很多。南部沿海想象一下，是吧 ？J Team 有可能会上岸，就是来到主岛之上。JD 一家呢，也许会提速，但是如果说他这场比赛兵出奇招的话，卡一下圈边，那么不管是 J Team 还是 STE 都很难受。对，关键是这个圈型吧，你也看不出来他是刷在 M 城中间呢，还是说极限来一个东南切啊，给到核电站附近，那就难打了。你别东南切，正南切，可能对于主岛的大部分战队来讲都不能接受。对。ST 啊，果然是感觉强行回家的话，确实很拖节奏，直接选择在基镇附近啊原地搜索。基镇这个点位呢，总体上物资确实是比较穷的，但我觉得更关键的一点是，有时候落地啊，对于上海恩威腾视频来讲的话，它载具确实比较难找。对，它需要向四周发散，去拿一下别人地盘的载具。是的。那这场比赛 ST 其实来到基镇附近的时候就已经拥有载具了，那这场比赛就不需要过度的为载具去担忧。对，他现在前期没什么压力吧，而且对于很多已经在圈里的队伍来说，这场比赛前期也没有发生roll点啊。那大家目前来看还是以和为贵啊。当然，对于微博 Gaming 来讲，现在也是转换了指挥，我觉得变则通，不变则穷嘛。对于北斋来讲，他的个人能力啊，从 solo 赛冠军啊，到后来他在拿到冠军之后的一个个人数据，都证明了他是一个能当枪手的人。你参考一下 STE 啊，其实 STE 在故居刚过去的时候，在指挥权上或者说指挥的方向上来讲，也是陷入过一段时间的迷茫。也许说换上了明明的一个指挥，对于微博革命来讲，是一个不错的改变。对，我们也从历史数据上来看，北斋确实是带枪指挥当中数据特别高的一个人。所以说他完成枪手的转换，我觉得不难，难的是明明转成指挥这一点，对，可能是有点难的。但我觉得大家可以帮他分担，因为大家都是比较有或者说特别有经验的选手，你可以参考一下 ST 的模型，就是真正说他确实是有指挥的，但是说指挥的权重或者说在打起来的时候，大家都能够做到自觉的各司其职。对，这一点毕竟是团队游戏嘛。对。你4个人的大脑总比1个人的大脑想的方向啊，方法会更多。你得有这个主观能动性嘛。包括说体坛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现在来讲的话，他们这套阵容，其他几名选手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就比较小，需要指挥去分担很多。等到这几名选手的经验啊，他上涨上来之后呢，那对于像素来讲，他可能需要想的这个精力分配的就比较少，那他作战的他这个枪杆子又能够再应用起来了。对，现在我们这几天看到的是，虽然说体坛屡屡进决赛圈，但是在他们不在圈的时候，像素需要一个人拉出去收集视野嘛，这个时间点可能像素就会被连打带捕。对。就没有人帮他分担一下。很多指挥都说嘛，就是自己在场上真的是很难做到一心二用。
就能做到1心2用的人都是神啊。YDD， 你说你这是真就是提前买点啊，怕别人过来撞。这真的啊，他埋在一个无敌深坑。你这导播老师，你这不是暴露别人就是战术吗？等其他战队以后再想来撞的时候，是吧？研究过的就知道这个地方肯定埋一人。这地方我们先排一下。对，开车过来，一个顶防区，一个顶坑。你就这种战术啊，他用一次，或者说被导播扫到一次，以后就不好用了。就大家就是需要排的点就多了一个嘛。对，你像昨天那个冠军基地，对吧？西南侧的防区就RC刚才的防区，是每一次在那个防区里面有一个小厕所，很多的队伍到那儿一开始都不排的，是，但是逐渐的打多了之后，吃多了亏，那位置肯定要排的。其实我觉得像这个防守站位啊，你包括像 K1 这种的，有一些多尝试一下，像天霸、像 K1 这样，你踩非常规站位，往往能够起到奇效。包括上场比赛86，其实他是险些能够排掉那个常规踩位与阳位的那个人的。一般来讲，大家防守假车库那个位置可能会放一个人，所以说一般排那个点 ，rank 当中都是10有8九能够排到人。对。刚刚的那个假车库，我觉得他们稍微有一点点缺乏想象力的是，外面的木箱是可以让它翻上去的，对，但是没有人翻啊，而且是在队友的枪线掩护之下是可以翻的。那个时候像素还没有落位过来。没错。啊，说到像素，像素现在已经遇到了墨竹。对。不过墨竹也是一个人踩在南部的复杂楼。看一下这场比赛吧。其实今天在运营角度上来看的话，体坛并没有展现出来昨天的那种，或者说前2天的那种很好的感觉。但是你不能说把把都指望说靠运营打一个决赛圈啊。对。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地形，包括说今天的第2场比赛，阶段4刷出来，一般来讲，科技与狠活阶段4中心点是，这个像素的拿手好活儿。但是那个情况之下，中间没有点可以待。就是像素的运营就像他的衣服一样，丢了3套，有3套，丢了2套，还是有1套的。那确实是有1套啊。但是你要到后期不在圈的时候打架，还得看小老弟们。是的。Showtime 现在不像上场比赛了，至少是有点可待的。上场比赛 Showtime 的最大的一个节奏隐患，或者说影响节奏，就是前期那2分拿得很畅快，但是耽误了回家。你回家搜索物资的时间不够，那你再往南部去强行去踩点的这个时间上，就会是别人已经落位好的这个时间点，就容易被扫的一个708落。而且我觉得也跟圈型有关嘛，毕竟在正式比赛里面，改版后的冠军基地的圈型应该刚刚是第1次。是的。4M 的车队这边也是路边有一辆油料更多的载具啊，不想浪费自己的油料啊。像这种圈边转移的赶圈人队伍呢，油是很关键的。对，一般来讲后期你说啊，他有车他为什么不转移啊？那你大概率多想一步啊，这队没油了。对，要么没油了，要么车轮被卸了。是的。你包括车轮，你观察的细致一点，你屏幕的分辨率高一些的话，你可以看到这个车是有角度的倾斜的。对。但是没油你是真看不到，包括我们这个视角都看不到。没错，哇，这个圈型是直接排了水啊。爱笑看着这个圈型的刷走啊，又是笑不出来了。现在微微有一点苦笑的感觉，但是也可以观察一下体坛往不往前走。如果体坛放掉了桥头，那自己也可以顺利接盘。关键是你看 ST 这几兄弟又整狠活啊！再看这边，佟家宝是想要拿下这个点位，但是外围买点的那兄弟是不是走了呢？他们走的是另外一侧，走的是下斜坡，正好扫不到。你看3兄弟在房间里边买点的人是刘野，动也不动啊。还好，确实这个防区你从正面撞过来的话很好接，但是从上面往下撞的话需要一个买点位。3支战队是各安天命了。这里一家选择了收费站的位置，佟家宝在中部的假车库。最高处的假车库是天霸拿下。那目前来看，从这个圈型的角度来讲，这3支战队能打决赛圈的几率会更高一些。哦，这里 Z9是被发现了，在这样的位置被连打带补，有些许不小心了。哎 ，TT 想要去过桥啊，神梦梦这一丝丝锁住，真锁住了。
但他现在压力有点大呀。是的 ，TT 是满边想要进攻他的海滩，关键是爱笑这个点位啊，但爱笑切记啊，不能贪枪，站得高看得远，但同样也摔得痛。如果自己贪枪漏的太多的话，对方很有可能会直架你这里，没错，直接将你秒倒了，队友都不好救。体坛也是感觉到了，所以爱笑提供一个视野位会更好一些。这里也是给南部的很多队伍一些压力啊，让他们不那么舒服的进圈啊，消耗一些投掷物，再去找自己的队友汇合。对，就对于体坛来讲，刚才那个位置确实是不太好守了。来到了 M 城的城中间3岔路口。那我现在比较想知道的就是 ST 待会儿怎么过这个桥，因为体坛是有地方可退的，他有战略纵深。那对于 TT 来讲，他再往前一步，大概率是能够看到 STE 过桥的这个身影的。对，但 TT 这边也要留一点心眼啊。他要想一想，会不会有人从我的身后再来？因为按道理来说 ，J-Team 是肯定不会走东桥的。对。那么他 TT 作为 N 港的队伍，肯定就是东部桥的最后一支队伍。是的。而且 TT 这边确实也是留了这个心眼儿啊，只有小帅和阿杰过了桥，去到了农场东南角。雷仔和爱笑还是在桥上的。那如果 ST 没有隐匿自己的身形啊，很有可能会被堵。看看刚刚这一波。哦呦 ，RGG 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太阳穴突然会遭了一枪。哦呦。SUK 的这个个人手感是一点没减啊。对，这栓具也是枪枪到肉啊。现在 ST 比较痛苦的是 ，TT 的淘汰信息怎么还不出现啊？对啊，你但凡倒一个人或者打倒一个人 ，ST 就敢动手了。他也敢过桥了。他现在就在等。观察了半天，桥上静悄悄，但万一 TT 没走，要放这个冷枪的话 ，ST 就遭重。现在 ST 还能再扛一下，但是一旦到了阶段4就扛不住了呀。是的，阶段4向阶段5刷新的这个过程是真的与时间赛跑啊。对。K1 从东南部的核电站啊，他刚刚是踩住了小电的，后来发现这个圈形一路往西边的伐木场刷，也只能上山了。就是得亏这个伐木场的山啊，别的战队不好守，他能摸，要不然的话 K1 现在打的还是比较难受，毕竟是一个低冲高嘛，在没有树木的情况之下呢，容易被别人打靶。而且微博毕竟在前期是掉了一个人的，这个大家就所有的队伍59个人都心知肚明。是，因为你掉人掉的太早了，大家记信息就更方便。对，上帝视角来看的话 ，TT 好像并没有去着重防守南部了，只留下雷仔一个人断后。3个人也挤到了十字路口附近。而 ST 呢是趁着这个机会啊，真是一点一点的试探过了桥。而且雷仔这个动作感觉是不知道后面有人啊！哇，这是有点大意失荆州的意思了。雷仔最后是被山治跟枪给捕捉到了。这确实让一支 N 港的队伍没有想到啊！是我身后的桥还有一支队。这 STE 真的是打得很有耐心啊！那可以说在这场比赛当中交出了新东西，也让 TT 很难受。本来就不是一个圈中心的点位，接下来还要推边，人数上又遭到了减损。那剩下的3个人就需要一些爆发了。小帅也被像素打倒了，而且被补掉了。墙倒众人推啊！这边体坛也是看到了 ，TT 只剩2个有生力量。不过因为体坛现在站的是 M 城城北，他没有必要去强行来到南侧去打 TT。但这样的话，来到南侧就是给 STE 机会啊。是。所以 TT 现在是在体坛和 ST 2支战队的恐怖平衡之下，就看体坛和 ST 谁想对他动手了。再看，毕竟人数比较少。这正面战场上，你觉得谁的胜算大一些？我觉得正面战场肯定还是 STE 嘛，毕竟他们现在打防区非常的稳。但是再看这里，苏一路一颗手雷炸倒了北斋。如果他们记住了前期 Z9 掉点的信息的话，会知道这个防区只有2个人。这肯定是记着的。我刚才说的正面战场应该是这波正面战场，不过现在局势上大家应该看得很明朗了。这边 K1 很有机会让大拳外星日波再一次的降临，但可惜抵不过背身来自于苏雨露的枪线。可惜啊，这波想补人了。如果不补人的话，还有一些机会能操作。经典的 ISG 劝架马上就要赶到了，看来 K1 这一波也很难受。看看福人的速度够不够快了。他是先打小智，很可惜是一把 AK 啊，子弹射速太慢了。对。
那这一波还要打吗？看来还是要打，停在了侧面，想要扔投掷物。但是来自于山，应该是左侧飞将的枪线啊，限制了 RSG 进攻的角度。格子再次一颗手雷，那这对于虎狼之师来讲是不会放过的一次机会。没错，而且飞将侧面出枪也打倒了苏玉露，近点只剩下星辰，小智在侧面也架不到呀。如果说 RSG 直接顶到防区近点的话，小智真的架不到。小智这个位置是一个名牌，但 RSG 根本不管呀。先进防区里边去清点，那小智的侧面枪线就很关键了。对，能否击倒一个，甚至是2个，这是星辰能不能操作的关键。但关键是小智这个位置还是在隐身，他出手了，没有能够打倒格子。但是自己的位置也暴露了，而且在一个半坡的位置，比较的尴尬呀。现在 RSG 其实可以完全不管小智了，先把防区里的人打了，留一个人看小智就行，或者说其他人把星辰给看住。然后再去围剿小智啊，没问题。两边就怎么选都可以。对。K1这里是被 RSG 给团灭掉了。刚才这个圈形是往西北侧刷新了，那南侧的战况就比较热闹了。中间的这种远距离交火呢，应该很难转化为淘汰。对，可以造成很多击倒啊，刷一些伤害吧。哦，枪神是被高点的7杀打倒，这里应该还好啊，有一辆车给挡住。那要看 TC 的想法了。TC 如果说要重防东部的 4M 的话，是不会过来扩大战果的。所以说 AG 看上去很狼狈，基本上没有性命之忧啊。对，只要把人扶起来，还能在里面等一等。哦 ，TT 这场比赛真的是被 STE 的致命偷袭啊，打了一个人仰马翻。对 ，STE 他是抓信息很强的一种。对。而 4M 现在不光要担心西侧的 TC 战队，还是要重防一下东部的 RSG， 因为他正面突破 Showtime 是不太可能的，是的，只能去绕一下西北部的窄边。花痴60左右的血量直接开铲，看到了小小剑，但无奈烟里边是有一辆载具的撞车了，小小剑和33放倒了花痴，而河江也是一丝血，这个位置不能打药，河江状态太差了，小小剑的侧身还是没有被格子给捕捉到。而33、小小剑都被铲倒了，格子还放倒了33。4M 如此好的一个开局啊，看看2名小将的发挥了，河江也被放倒，小12没问题。现在 RSG 只剩下格子一个人，而 4M 还有2人。关键是 Showtime 的劝架节奏马上就到了，北侧还有一个 WY 上场比赛拿下7个淘汰，手感正热的一名选手。最后格子也被99收掉了。清晨和小12。这2名选手可以打得更加主动一些，毕竟 Showtime 现在还立足未稳，他们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无奈啊，99的比赛经验更加充足，一波灵性的开车向后拉，而且他还是3头3甲加上 MG3，自信也是非常的多。小12埋一颗手雷，看看这颗埋点的手雷有什么作用，震爆弹也震到了对方，好白，但是一片白茫茫，小12没有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，但是肖12还在呀，不在了。那 Showtime 如果说打完这一波的话，又赶快要抽身出这个战场啊！毕竟 TC 战队的人数编制是比较齐整的，而且健康程度也比较高。现在长乐已经一脚在圈了，而且进圈的点位还不错，有一个很高的炮楼。东南角这边体坛战队是有人员的损失的，头顶上啊，我们刚才讲到的踩点3巨头啊 ，JD 一家。童家宝和天霸这3支在决赛圈出现概率比较高的战队呢，是狠狠地卡住了体坛和 STE。对，现在是东南角肯定是攻不上去的，看看要不要尝试往东北角绕一下，因为你要强行从低坡去攻击假车库，难上加难。是。STE 选择不正面强攻，苏南是已经踩到了 J-Team 的脚下，这给团队指明了方向。不过呢，大家落位过去都是一个大残，对于 J-Team 来讲还是有反戈一击的机会。929这个点位已经被锁了，而右侧位顾居居和山治拉到一个更高的位置上。这个点位一旦让山治跟顾居居落位，没了。929这个位置在苏南刚过来的时候，其实可以动一下的，风险性太高了。是的。而 GG 这个点位也是逃无可逃，避无可避啊！赶快要离开这个载具，对，以免步了队友的后尘。主要是929站的位置锁骨架不到，是的，这是最关键的。之前 NV 有一波就是在这个角度上去进攻 STE 也是在目前这个角度上，但现在
攻势逆转了 ，ST 选择的是以低攻高来到近点，RG 的一波近点 battle， 来到脸上两个人 C 了一个嗨，但是山治的反应更快一些。锁骨原地也没有对过派大星，最后一枪头 ，ST 把对的方带走了，就是这个状态，就每个人拉出去，你都感觉很放心，他就是能掰过。关键是他这个决策也很奇妙。这波打起来之后，佟家宝是闻到了血腥的滋味，但是很可惜啊 ，ST 这里的人员编制是比较齐整的，又是一波混战和厮杀。维斯先被接倒，苏南也倒地，落位了一个676和花花。看派大星，派大星面对花花，两个人的状态是一个五五开。甚至扫了一下墨竹，墨竹就一丝血。花花和墨竹是没有办法完成一个配合的，那 STE 也是捉对厮杀。所不同的是，墨竹的状态更差一些。对，而且位置已经被山治锁定了呀！一颗雷，扫脚啊，直接把他扫倒了。花花想扶676，但是派大星一颗瞬爆雷，我的天哪！这 ST 真的是多点开花呀！没错，而佟家宝也比较倒霉啊，他这波选择的机会也没错，但无奈 ST 人都拉起来了。再看今年86卡住一个门口，但对方的枪械和人数更多。2楼的龙仔能不能先把宝扫下来？没扫掉，可惜不是一个宝宝位啊。龙仔想下去，但是下面的人数实在太多了，而且自己的状态也不太好，两面都有火，龙仔最终倒在了火海当中。火烧2楼，长乐也是侧面出枪，但是修探也是付出了人员的伤亡，只有2个人，还想继续往前打，毕竟他们的高点不在圈啊。我感觉这个位置长乐也不能掉以轻心啊，毕竟这棵树的粗细程度不足以支撑。哎，还没说完。对，这就是要么就只能挡天霸的枪线，要么只能挡 VS 的枪线，就是被夹住了。如果这个位置啊，我在第一层，就是我第一时间的想法就觉得啊，我长乐站在这个位置，天霸下面4个人都是分。但是你再往高的层次去想的话，这个掩体不足以支撑他们。但是99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没地方去了呀。这天霸，这用金山哥的话说 ，OK， 拿他1分。这是白捡的分数啊，这纯的。关键是山上 TC 已经奇袭过来了，对于99来讲，那要么这1分是给 TC，要么这1分就是落到了天霸的手中，就看选哪边打。他想的是，哎，天霸可能没有觉察到，我直接往下再拉，直接越过4个人的枪线，来到李玉现在所踩的位置上，那个位置是有一个反斜的，但是人家毕竟是4杆枪啊。对，那个位置我往下一趴，趴在车的左侧。除非你是一辆蟑螂车啊，不然你真的下不去哦。天霸决定all in了，要撞 VS， 但是右侧有 AG 的枪线，左侧有 ST 的枪线。最离谱的是天霸一个人都没倒啊！是吗？倒了，这不倒啊，倒俩，不倒的话确实外面的战队都没面子呀。这人太多了，周围全是枪线，哇，太惨烈了。原来在路上的不倒只是一个假象，落位了之后呢，等天霸最放松的时候才倒俩。只是因为高点的人还没有反应过来啊，上面有人贴了。但是 AG 战队刚才那一波全勤输出的时候呢 ，TC 战队也找到了下山的机会。这波 TC 虽然说高点还在圈，但是毕竟 AG 少一个人，而且2楼也倒了，必须要撞了。来到近点，阿兰手握2个手雷，对方是直接拉出来想要找你，但是还是被 TC 全数淘汰掉。就这个炮楼啊，在山下不架山上的情况之下呢，基本上就是被拿捏，因为你2楼待不了啊。对，你再看一看，现在 TC 手上15颗手雷，家大业大，今天的状态真的好。然后 ST 15颗烟，看来 TC 战队今天的门票好像是稳了呀，兄弟。现在77分，对啊，加上一个第3的排名分，关键是这场比赛他还能继续拿分呀。我觉得他不止第3吧，现在你看状态这么好，关键是他投掷物很多。对，看下一波圈，就退1万步来讲，他拿了一个第3，他现在是80多分，是吧？对，只剩下1局比赛，给到体坛的压力实在太大了。没错，体坛可能下一局要吃鸡，才能反超。关键还得看下一个圈啊！如果说下一个圈把西南部 ST 这个反炮刷走了 ，ST 要先动的话，那 TC 这把真有机会。是的。但从面积上来看，东边的吃圈面概率会更高一些啊。对。直接往西北边一刷，那么 TC 战队这场比赛，这个决策可能就要费一些
力气了，因为在北侧来讲几乎是无险可守的。对，北部是有一些地形和树，但是你4个人去那边炸的话，你在路上绝对会倒1到2个，是的，直接丧失了吃鸡的主动权了。那不如说破釜沉舟，打一波防区。除非是 VS 现在主动出来对枪，被 STE 和 TC 这2支战队，哪怕对倒1个，那么 TC 就有一个快速解决战斗的机会。对，但问题是 VS 他不会说去在有巨大点位优势的情况下和你拉出来对啊。就现在 VS 肯定想好了，我就捏好接车雷，你敢撞我，我就扔接车雷。对 ，TC 再三想绕到北边啊，直接是选择去拿树木当掩体了。北边确实是有一些树和坑啊，但是要架车阵啊。那这种掩体呢，就只是权宜之计了。2个人落位以后，我觉得最大的威胁啊，倒不说 VS 能够说击倒他们几个人，关键是 STE 现在已经无路可去了。他如果说 TC 有机会能够撞防区的话，那 STE 几乎是不可能去撞防区，他只能往北边窄边去打。他如果说在他封的烟路里面放车阵的话，那就是 TC 狂轰滥炸的正好时间啊。TC 选择了北侧窄边，那就意味着他这场比赛要接2队。对，他想要吃鸡。看 SE 怎么选吧。封左侧的烟啊，派大星撞 VS 的防区。但是这个过点呀，要看神森森，包括说南部的 TC 会不会给他机会。每个人过去都是大残，载具的耐久度也并不是很高。好，首先落位之后没有倒地，释怀在高点看，这确实是没办法的一波选择啊。哇！一瞬之间 ，VS 就在 TC 和ST 最后是被2队的枪线夹击出局了。就天霸是正南侧，他那个位置还更好冲呢，他冲过来都已经是被融化了，更何况是要过马路的一波 ST 的冲击了。来了 ，TC 这2个人所待的位置也太自闭了，就是一个接雷位啊。但是不要忘了，上场比赛人数那么大的劣势 ，TC 战队都能吃鸡，现在人数上还处于一个均势。我觉得 TC 还是有机会的。现在这2个人，今年2个人一定要把烟封起来，然后散开，不然容易被1雷双响。关键是 VS 还有圈点啊，后点架枪的阿兰和 WY 已经马上要排出去了，而且他的圈点是假车库的2楼阳台啊。但是我觉得现在既然 TC 已经落位了，而且烟已经起了，在剩下来的这几十秒钟，只要他烟雾够多，能够续住这30多秒，等到梅花桩出现 ，VS 要被迫走出掩体的时候，那 TC 的机会就真正来了。对，要看他有多少烟。现在从上方看到还有4颗烟，我觉得4颗烟是不足以支撑到梅花桩的呀。那要看，而且要看烟在谁的手里边。七杀和释怀有没有烟雾弹？好在释怀是通过刚才那2颗烟已经退到了左侧树后的掩体，没有跟七杀站在一体，那给队伍提供了非常高的容错率。没错，哇，这个手雷被空投和车阵挡了一下。七杀这真是5雷轰顶啊！这个位置几乎是一直在吃雷。对。那随着 VS 的手雷越扔越少，对于 TC 的限制也越来越小了。是的，而且阿兰和 WY 要笃定，就是说这场比赛吃鸡的机会是在中间点的七杀，后面的几兄弟要帮助七杀去架枪，让 VS 走出掩体的一瞬之间就会倒地。如果近点的七杀先倒了，那这场比赛可能机会就不大了。七杀看着眼睛面前的这个火呀，感觉脚边有点热。又一颗手雷。再来一颗，这一颗没有了。那现在 VS 没有雷了呀？是的，但是这个位置脚可能会被修掉。还是空投箱好呀？还是空投好呀？关键是他拿 MG3意味着什么？他有3级套。对。看看下一个梅花桩。TC 的全部部署被这样一个梅花桩给刷没了。那现在 VS 可以封烟往前混啊，但是阿兰的旁边的王源是有车的，最后的4颗烟基本上是在七杀 WY 阿兰的手中，释怀那边就没烟了呀。对，而对于挚爱来讲，他不能够确定自己身后的梅花桩，但是他可以通过右上角，就是 SUK 的那套逻辑和理论，看一下那个小白人儿，是，那基本上他可以断定梅花桩是在自己这一侧的，而且回头看了一下梅花桩的速度，那 VS 打的就不着急了呀。没错，释怀一颗手雷炸到了70，哇，那就4打3。VS 全员给自己脸上封自闭烟，那广州 TC 乐于见到啊，他太开心了。我觉得现在七杀甚至可以打得更主动一点，直接往前贴啊，直接一波抽烟，再抽倒一个，再倒一个4打1了。
这烟雾弹全部封到自己脸上，自闭到底。不管怎么样，最后要恭喜广州 TC 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。但不管怎么说 ，TC 这场比赛本来已经没烟了，如果有烟的话，他可能是要靠着烟雾弹封在两军的一个战端的中间，然后给自己前进创造一个空间。但是这边 VS 没想到的是，他把烟雾弹全部封到自己这一侧了。对，我觉得 VS 其实最大的失误点是在于2楼阳台那2个人的雷。